是按关键时刻，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的新报告，2027的窗口已经关闭了，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实力是碾压着中国打的，但现在连全球战略，尤其是中国的全球战略，也完全被封死给关闭了吗？你看到外交杂志怎么说？他今天特别去点出，中国这几年一直在干一件事情，叫做“一带一路”，还有不断的西进，它有2条路要走，第一个是往俄罗斯，这是往北方这边走；第2条是往伊朗。但是你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这一张图，现在俄乌战事都还在打，所以俄乌战区你已经被堵住了，而现在伊朗战事也还没停歇，所以也完全被封死。而被封死之外，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是中国现在在金融上面也完全被堵死。简单来讲，中国已经在这场2027为什么会关门？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钱了。所以松哥，我们今天看到伊朗战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中国一直说一件事情：我没有差，我的油非常够，我也觉得都没有什么差，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提出的概念，我觉得非常是有意思。你说伊朗这场战事是中国最不想看到的，因为根本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伊朗背后是中国在支持，但伊朗轰的杜拜那些有钱人跑掉，那一些人也是中国人，中国有钱人就把钱放在那里。今天这样打下去，根本是大家打在一团，中国人打中国人了。没错，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来说的话，对中国来说是损伤惨重。为什么损伤惨重？我们先从国际的这个战略来看，国际的战略来看说，一带一路来说就被美国完全的封锁。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过去一段时间呢，中国有所谓的海上丝路跟陆上丝路，陆上丝路是经过俄罗斯嘛，对，俄罗斯现在在战争啊，那这个也会经过伊朗，伊朗现在在战争啊。好，但是我看海上丝路来说，也会经过伊朗啊。伊朗现在海上丝路这是非常重要，伊朗是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重要重点，那甚至胡塞这个地方也是他们的海上丝路的重点，所以现在等于是海上丝路跟陆上丝路都是处在战争阶段。那什么意思呢？它要往西扩张很困难。对，你看国外媒体说西进运动的结束，然后对它全球影响力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我就讲嘛，俄罗斯的中央空道，还有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跳路，完全都被封住，所以它完全被堵住了。对，没错，所以完全被堵住的时候，导致了它的一带一路前途渺茫的一个状况。另外是什么呢？现在伊朗呢跟它周边国家都打起来了。赵侯，你知道吗？在伊朗，它现在不是跟沙特阿拉伯啦、跟卡达啦，然后跟杜拜，把打了一塌糊涂。哎，这些地方来说啊，投资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你打来打去的时候，打到可能都是中国资产啊。我扶持你伊朗，就你伊朗去打我中国资产。对，那你更不用讲，这里面有杜拜。那杜拜来说的话，就是过去很多中国的有钱人呢都逃到这个地方去。就不讲你有打到中国，所以来说打来打去来说，好像跟中国都有非常大的关系。你打来打去都离不开中国，被挨揍的这个状况。另外一个是说，我们今天不是讲吗？戴维森窗口关闭吗？对，关闭的时候，你看美国的自信心爆棚啊！为什么这样讲？这是美国的 CIA 的这个局长雷克里夫，他在接受参议院的这个报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伊朗正向俄罗斯、中国还有其他美国的对手要求情报的这个协助。那这些国家是不是在提供了？我们可以在机密的这个会议中讨论，就我会跟这个参议员讲。那而且他回应了说，我自己知道答案，然后会说明。好，但他说。如果根据五角大厦的评估来说的话，伊朗可能获得任何的资源，但是目前并没有影响任何作战的效果。这是情报总监这样讲的。对，所以就是说，不论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CIA， 或是这个美国的情报总监都说啊，武力没差啦。中国有没有给这个伊朗情报？这个跟战事一点都没有影响。就算你有给，你完全没有用。是没错，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美军呢这么有把握要打赢这场伊朗战争，而且为什么认为说戴维森窗口已经关闭了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刚才赵尔你不是说吗？他去打杜拜，打到很多中国的有钱人。这经济学人又说什么？这个解析这个华人的这个迁徙的这个状况，告别新加坡，然后中资转往这个奢华狂野的杜拜。对，这是这个之前的华人富豪从新加坡跟你说拜拜，对，我们去杜拜了。对，那为什么？因为李显龙曾经说了，他说：“请收敛你的光芒，就是说你这样子。”好像到我们新加坡来太过摇摆，对，然后又说严格的反洗钱，因为什么？因为美国在调查你嘛，美国在调查新加坡，新加坡不可能去卷入你的这个中国洗钱，所以很多人呢，这个钱呢都跑往这个波斯湾去了哈，就很多就到杜拜去哈。可是问题是，糟了，现在杜拜不是被炮轰吗？连帆船饭店都被炮轰，有钱人可能有时候啊就被晃一晃啊，去这个 shopping mall， 这个去哈利法塔的 shopping mall 去逛一下，就没想到现在被打。被打之后，我跟你讲，有钱人呢最怕什么？
我怕对吧死，死嘛，对，所以他们马上我死了，我钱那么多有什么用？所以他们就浪杠好，所以你看，这是之前2月的报道哈，对然后结果我们要开战，2月15号的报道，开战之后，你看，由于担心伊朗战争，那一些富裕的亚洲人考虑将杜拜资产移转到离家更近的地方，那移转到哪里去呢？就没想又回到新加坡，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哦。你看这样，他说这个一个新加坡的这个律师，他说我的20名这个杜拜的客户里面有6-7名在本周跟他联系，对，这些每个客户平均大概持有5000万美金，大概跟赵伟差不多一样的资产。然后其中3个客户计划立即将资产转移到新加坡，还有一个人希望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把所有资产转移到新加坡。对，所以变成新加坡，而且他还说有20到10个这个家族办公室运说我们怎么说把中东移回到新加坡。所以这样市场现在等于是这样，过去他们从新加坡跑出来，对，跑到杜拜。现在又要从杜拜回到新加坡，那干嘛多此一举呢？不是这样也太可怕了，等于是全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中国钱好好给收着。那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你打来打去来说，中东战争来说，最伤的绝对是，当然中东国家会倒霉，但是事实上以中东国家以外的国家，中国会最倒霉。为什么呢？这是国外媒体统计的数字哦。他说这个每一个国家，你可以看，这是埃及，然后这个土耳其啦、叙利亚、以色列、约旦、伊拉克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啦，然后这个巴林啦、卡达啦，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门呐，还有包括说像也门、阿曼呐，还有伊朗这些国家，他说全部中国在这边投资金额高达3000亿美金，就他们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的，你要打到谁的资产？打到中国的资产啊！所以中国看到那些无人机那边轰炸的时候对，他还想说，我帮忙你伊朗，然后你给我去轰我的资产，我心在淌血。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因为你这一次中国不是站在这个伊朗这边吗？所以很多沙特阿拉伯或者很多国家，他们现在 keep 你知道为什么 keep？ 以前我还可以给你用人民币结算啊，你现在是伊朗幕后老大，我根本不理你。所以目前为止，你要这个在中东交易的时候，以前可以用人民币，他们现在根本不想用人民币，所以变成说为什么这一波美元资产往上走？对，就是因为没有人要人民币，在中东很多国家，他就会把钱换成是美金，不想要人民币啦，因为你就是后边伊朗的老大，谁都知道嘛。好，所以我就说，中国显然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里面，他受了伤，比大家想象中都还要更多。这是伊朗的石油的出货比，出货到中国了就是越来越高嘛，占比越来越高嘛，就是这样啊。你看，这是中国。这个所谓的黄色就是中国，那蓝色是其他，对，就几乎都到最后都是完全2025到2026已经到顶峰了，几乎都是给中国，对，你看蓝色的部分很少，对，所以就等于是说中国就真的中国能够一直不断的买伊朗的油，变成是能够支撑伊朗能够打下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那他们怎么交易呢？我跟他讲。他们在这个全世界营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秘的影子银行的网络哦，那到底是谁来买？我们不是说吗？中国不是有很多这种茶壶吗？这种炼油厂他会去买，那买来之后呢，你知道他们会把这个买家呢会把这个钱呢会给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司，然后用在这个伊朗的基础建设。就是我拿到钱之后呢，我会扣掉一些相关的费用。伊朗你要买什么东西都把它扣掉，然后剩下的钱呢，我就把它转移到伊朗去。伊朗有很多基础建设这样的状况，然后还有。大部分的销售的现金能放在海外的银行的这个账户里面，然后这些账户分布在香港、杜拜还有新加坡等等的金融中心。对，那其中里面大部分营运的在什么银行？在昆仑银行。好，昆仑银行是主要跟伊朗往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银行哈。那这个昆仑银行来说，就透过昆仑银行结算，那收的钱全部都是人民币哦。也就是说，伊朗跟中国在交易的过程里面来说，收的是人民币，所以呢，在昆仑银行里面有一个账户是属于伊朗国家的，哦，伊朗国家的账户，然后这个账户下面全部都是人民币，哦，都是人民币，哦，那人民币都在这边，哦，人民币在这边，哦，在这边，然后呢，这些钱来说要做什么呢？因为这些钱被放在人民币里面，第一个它不可能用来交易美金，所以它等于是说它只能够跟中国交易。因为只有中国会收这些人民币。好，那跟中国交易的过程里面来说，你要么就是买中国的产品，要么就是中国再把这些钱流到伊朗去做基础建设。好，那我们就讲嘛，事实上我们刚不是说嘛，它占比越来越高，它透过这一道管道，那大概这个一年可以拿到312亿美金左右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大概是怎样？大约莫占整个伊朗的他们整个政府开销的45%左右。所以就是说，你看
没有这一笔钱来说，伊朗政府根本 run 不下去。对，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有中国在后面支持的伊朗嘛，不然你伊朗就要倒了。对，45%都要靠中国。没错，所以为什么《华尔街日报》把它踢出来，说你们就是这样交易，他把这个交易系统都摸得非常清楚，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透过昆仑银行，然后他们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分支，还存有一些钱的一个状况哈。那他们主要交易是这样的，我跟他讲一个流程，就是譬如说一家 A 公司，对，然后伊朗的交易，然后交易到中国公司，然后中国公司来说的话，他会把钱呢汇到这个中国的银行，中国银行来说，这个官员会跟他们对方联系，然后怎么用呢？他可能把它汇到其他的金融机构，然后会把它汇到这个中国的承包厂商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或者是说透过金融公司再把这个汇给中国承包厂商，中国承包厂商干什么呢？就在中国在伊朗投资“一带一路”的时候，还在那边建设，就是伊朗要建设的钱就用这些来，你的石油最后会流到会流到这个地方国家去，你需要的食衣住行建设，对，我帮你处理，我处理之后就这样子哈，然后好，你看这个单子是这样。中国农民银行、农业银行哈，那客户是中国客户，你看青岛什么石化公司，然后客户这个收款方就是你跟他买石油，所以它是一个收款方嘛，我付款，中国付款，然后伊朗买款嘛，它是一个 SEC 来说，大家都知道说，原来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石油部的这个贸易机构就是这样一个幌子公司，就是这样，所以它根本是这种武装部队的一个空壳公司。对，没错。那这个所谓经济学人的说法是这样。他们的价格通常是全球原油标准的布兰特原油减掉每桶10到30块。你说布兰特假设今天是90的话，那你大概可以最低拿到60块，减到30块，就这样子哈。然后另外一个，他们就说，他们很多合约并没有提及这个石油来源，就没有，他们会说什么啊，伊拉克的石油啦，马来西亚的石油，或是阿曼的石油，但是实质上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伊朗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信函中会表明出油的这个真实性就是伊朗石油，就是真的他们会有一封信是写说真的是伊朗的石油。然后好，他们中国是超过100家的空壳公司专门采购油轮哈，然后其中许多船龄数十年的船只悬挂巴拿马的国旗，所以巴拿马是一个监管松的这个港口嘛，所以这是为什么要解释说美国要拿下巴拿马？其实某些程度来说。很多影子团队就是悬挂巴拿马的国旗嘛，所以我这样一路听下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中国真的无所不用其极，真的要把伊朗的石油给拿来。结果拿来之后，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不要让美国给发现。对，他用各种方式，像你刚刚讲那个流程图，一大堆转来转去，用各种基础建设去骗，甚至你可以看到，连这种网上的银行、电子银行，连这种空壳公司，它都用得出来。对，但是现在什么？我做了这么多。我一场空了，对啊，还有一个他们会用什么？用透过 WhatsApp 的来语音留言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非常机密的方式，就是我们互相留言，那都不要留下任何的这个书面资料。所以你看，经济学人把它调查非常清楚。中国跟伊朗真的很厉害，这是各种方法，这么多年来绕过美国的管制。对，现在川普的立场很显然，他已经把伊朗的战争跟他要去中国访问两个是挂钩在一起。对，就是这样啊。所以他意思就是我端掉伊朗，我才要去跟中国见面，不然我就不要去的一个状况。好，那所以这当然是剑指习近平嘛。好，那除了这个川普在剑指习近平之外，最近也有个国家呢，居然在烧习近平的书啊，这让中国很不爽。这是哪个国家？是哪里呢？是尼泊尔。对，尼泊尔过去跟中国不错啊，但因为他们之前前政府不是倒台吗？跑了，对不对？跑了之后，他们最近呢进行改选之后，就没想到全国独立党获胜。那获胜之后就怎么办呢？他们就说烧下你手上那一本就是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对，没错。我还看到习近平的脸，结果他就被丢到火堆了。对，因为这些所谓的改革派，他们就说啊，过去政府呢跟这个习近平关系太好，跟共产党关系太好，就中国就抗议啊，中国就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啊？你们怎么会烧我们习近平习老大的书了？你这样子不行，中国还抗议哦。对，中国抗议好，但是抗议有没有用？没用。而且尼泊尔他还说什么？我是在清理有白蚁的房子，所以我才要来烧啊。当然不是嘛，当然显示他们要跟习近平或者是跟中国要 say goodbye， 断开连接。 say goodbye。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我们知道古巴最近不是摇摇欲坠吗？对。那古巴摇摇欲坠的时候，结果没想到呢，哥斯达黎加总统居然说了一件事，他说了，我们不承认古巴的政府的合法性。
他还关闭了我们这个所谓哥斯达黎加驻古巴哈瓦那的大使馆。他说西半球必须消除共产主义者，所以显见呢，现在已经有人开枪要现在的古巴政府倒台嘛。所以事实上哥斯达黎加开了第一枪。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的国家，搞不好接下来越来越多国家响应的时候，那你看古巴是不是就摇摇欲坠？西半球就没有这个共产主义这样一个状况哈。所以他的一带一路是完全都被封死掉了，就是说他都突然变得不太一样。对，所以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都不见了。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朋友们是谁？非洲。为什么？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他这几年呢，中国也到非洲去，因为非洲有非常多资源，包括说他在刚果啦，或者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投资。他现在投资在安哥拉。安哥拉其实也是全世界非常大的一个产油国，但你知道他在2020年到2024年的时候，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还有开发银行借了492亿，折合新台币是1.56兆，他们要盖基础建设。对，就没想他们当时就签一个约，你要还我钱啊，好，那怎么还呢？他说国际油价突破每桶60块的时候呢，超出的部分你都要全部存入特定的储户存款账户，然后要清还你的账款。就是说你安哥拉的油你要给我，但是有说如果国际油价涨的话，60块以上，你要有一个特定的储户哦。是没错，就没想到这些人就抗议啊，对，就是说这个所谓安哥拉国家使就是说不行啊，你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钱，我再继续跟你借钱，就没想到油价大涨的时候，就安哥拉国内呢没办法，因为他要还中国钱啊，对，所以他们就把它燃油提高，燃油提高就不爽啊，那尤其是中方就垄断了，因为中方不是这石油就出到中国去啊，我们安哥拉当然没有油啊，这么气，真的翻脸了，所以他们就针对这些中国企业在不断的抗议哈，不断抗议在安哥拉，所以安哥拉看来也不妙哈，所以我们要讲，这是中国所有的过去10年，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总图，总图是什么？你看，这是中国的海上丝路，就这一条路哦。然后是中国的经济这个丝绸之路，就这一条路哦。那另外一个还有倡议中的走廊，就是红色的线，然后还包括石油管线跟天然气管线这些。你看现在很多地方都出事啦，中东出事啦，对不对？还有包括说很多南亚的地方也跟你翻脸啦，还有非洲地方很多国家跟你翻脸。所以看起来的话，它的所谓“一带一路”过去的出海口来说，很多都已经遭到封锁。所以这些到底有没有办法运作下去，大家都要有待观察。另外一个是什么？委内瑞拉。我们讲，这个委内瑞拉这几天不是世界棒球 WBC 拿了冠军吗？哇，他们现在果然是不一样，他们不只是 WBC 拿冠军啊，你知道过去一段时间他们的股市也是拿世界冠军啊，真的假的？真的啊！你看这是1月。涨那么多，马杜罗被抓的时候，他们涨了61.77%。我们一说韩国已经涨得很夸张了，他直接海放韩国，韩国第2名23.97%，台湾第3 10.7%。然后你看他61，赢我们68%，差我们6倍啊！然后进入2月之后，你以为涨60%，每个 key 啊，不好意思，他2月涨了82%。那韩国2月是很强的，涨了19%，我们台湾也涨了10多%，我们2个月都涨10%，可是人家1个月是涨61%，1个月是涨82%，哇，太厉害！委内瑞拉全民翻天了，所以我就讲，那些 WBC 的民众的看球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我们股市大涨啊，我们放假，总统放假，为什么放假？因为现在我讲。因为现在不是石油缺吗？所以我们准备要美国准备要把委内瑞拉的国营石油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制裁允许，他就说你就可以参与石油的交易啦，就这样一个状况了。尤其是什么但是呢，你只要涉及俄罗斯、伊朗、北韩，还有部分中国被禁止，但其他大部分都可以去。那他们就削翻了。我之前卖给中国卖什么？他们都吃豆便宜啊！我现在终于可以赚钱了，而且我还是重油，全世界都抢着要的。对，没错，而且美国还放宽，就是说，你可以用美国的港口之间的一些限制呢，你还可以加快燃油的这个运输，用这样来降低这个所谓相关的成本。所以你会看得出来说话，你看。美国这一道政策其实是完整的，就是我要有意识的打击你这个习近平过去非常引以为傲的一带一路，我要把它完全歼灭掉。滚哥，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今天伊朗去打杜拜这件事情，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尤其杜拜被打中国受伤的最惨。你形容一件事情，你说杜拜就是中国眼中的香港，那是最多钱的地方，那被打中国是很痛的。所以你没有想到中国汽车业现在在拉警报，拉什么警报？你知道吗？它一大堆的汽车现在在海上漂，没有办法运到目的地，也没有办法交车。你想说，石油战争怎么跟这件事有关？原来波斯湾上面的杜拜是中国在波斯湾的香港，是一个超级的转运基地，很多的货都运到杜拜之后，再转运到别的国家去。
一年光是杜拜这个地方有139万辆车运到杜拜，然后再转运到其他的国家。所以今天看到这边，全部都塞住了。对。都是满满的，都是中国车。对，中国车在这里，现在很多在海上漂，太可怕了吧？因为现在很怕什么？伊朗用中国制造的飞弹打到中国制造的汽车，因为中国车现在正在安曼湾这些地方等着要到杜拜港，因为杜拜为中国盖了一个很大的捷巴阿里港，这里有所谓的自由贸易港区，就是意思就是你先放在这里，然后你再运出去都不用课税，叫做自由贸易港区或叫保税转运区。所以中国大量的汽车运到这个地方，再卖到什么？卖到阿拉伯国家，卖到伊朗，卖到非洲这些国家。因为凭借的就是杜拜转运的优势，还有你知道中国飞弹落下来，中国制造飞弹透过伊朗落下来，还会打到什么？打到中国的有钱人，包括家族办公室啊，就意思就洗钱了。还有航天，还有华为5G 的系统，其实又是透过杜拜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甚至其实也有资料中心是阿里巴巴跟华为的资料中心，也盖到杜拜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最新的东西、最有钱的东西、最有钱的人都在杜拜，但是飞弹不会长眼。现在中国真的是那一群富豪跟中国政府在祈求。拜托不要打到，真的会出事的。所以为什么说它是波斯湾上面的香港？是大量的货物进来之后，中国接下来是做什么事情？做人民币的结算跟贸易，其实不只是透过伊朗，而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很大的港口就在杜拜，因为你货一直运过来，人一直运过来，做生意用什么来交易？用人民币，所以双方的交易金额哦，杜拜现在最大的贸易国是中国，有1000亿美金，而且非石油交易成长得非常快，已经不是在光单独的在说哦，我买石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用石油，不是。它其实是卖大量的货物，卖到中国，卖到杜拜之后，再转卖到其他国家，所以金额成长非常快，甚至这个地方已经有15000家中国企业进驻在这里。接下来，它把它发展成杜拜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的一大堆金融机构在这里实施所谓的人民币离岸交易，意思就是可以转换很多人民币在这里换。所以华为、阿里巴巴这些在做生意，其实是把中国的影响力透过杜拜辐射到中东北非地区。所以它是波斯湾上面的香港。所以今天如果中国没有杜拜的话，它的资金、它的货物、它的钱就没办法进去。但是你看现在杜拜被轰得乱七八糟，等于是中国的经济脉也被断掉了。所以不止石油会让制造业拉起警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也会因为杜拜受伤。如果杜拜真的，如果现在中国媒体现在很多在嘲笑说杜拜被打烂啊，香港要崛起了，错。中国会受很大的重伤。我这里刚才讲嘛，人民币的清算，一带一路国家其实是透过杜拜来做的，所以你一旦杜拜这个地方涵盖的是阿拉伯这些富有国家以及北非这些国家，它是透过杜拜在转做所谓的枢纽跟所谓的清算是在这里，所以你看，包括中金国际这些地方。都在这里推人民币结算的业务，不是透过伊朗，因为大家不相信伊朗，可是相信的杜拜，所以我这里再带你看捷巴阿里港，我们都以为这里是哪里？那么看到这个岛，大家台湾人都很熟悉嘛，这就是棕榈岛，对不对？可是捷巴阿里港的自由贸易港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到杜拜去玩的时候，你以为这里是富人度假的天堂，富人藏钱的地方，观光的天堂，其实它也是中国。转运跟中国金融中心，或者是中国透过所谓的它的商品，透过这里再卖到全世界。这里光这个自由贸易港区有450家中国企业进驻在这里，还有500强的有11家，然后用免税跟仓储在这里快速的去放。所以为什么一打仗，中国汽车拉起警报？因为卖不过去啊！这真的很可怕。这代表一件事情：中国的金流、中国的物流都在杜拜。然后你杜拜现在被轰得乱七八糟了。对，好，我这里还告诉你，有一些地标也大家没有想过，我们看到杜拜以为是棕榈帆船饭店是地标，棕榈岛是地标，还有哈利法塔是地标，这里还有个地方叫杜拜龙城哦，它是中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商品跟零售的批发中心，大量的中国商品卖到这个地方，包括什么家电跟建材跟各类消费品，在这里地方。来交易，一年有4000万的买家来这里买哦。还有一个地方，你只要到全世界各地，中国人做生意最多的是义乌人，所以杜拜还有义乌小商品城，面积很大，21万平方公尺，相当于20多个足球场。
它也把所谓的跨境小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哦。所以我们都知道，就全部都在这里的，在杜拜做交易。所以甚至我们台湾人讲到杜拜，也会想到一个公司，你知道吗？阿联酋航空。对，阿联酋航空还有一个叫 Sky Cargo 公司，专门在做什么？货物物流公司，专门在运中国的小商品，对，直接从中国卖到杜拜去。运的运量还非常大，靠的是什么优势？因为杜拜阿联酋航空做得非常好，可以再转运到其他世界。所以你到杜拜不只是转机，中国小商品也卖到这个地方去。美伊在打仗，中国人在这里赚钱哦，他们特别秀啊！现在我们很安全，在杜拜很安全，还特别在标后面这一辆外送小哥的车子。好，就是我通过这张照片告诉你，中国人在杜拜跟中东地区影响力大。这是美团的外送车子。对，杜拜地区、中东地区的外送其实是中国公司转投资的，甚至这家公司还在发展什么，你知道吗？发展无人机的物流，发展无人车的接送，都是透过美团的。所以一旦中东战争越来越严重，对，谁倒大霉，中国企业也会倒大霉。到时候中国资金就会无处可去，它要么又会逃回新加坡、逃回香港，那可是它就会被截断。中国包括它的国际影响力跟人民币国际化，都会因为杜拜跟这场战争被截断。田伟老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今天为什么美国发布报告说2027这个门关了起来？那我们刚刚讲是完全在这个军事上面被碾压之外，你一带一路上面你也被碾压，甚至你在金融上面你也完全是被截断了。但你今天说什么？今天为什么军事上面会被碾压成这个样子？从头到尾都是你习近平，都是你共产党把自己的军工产业给玩烂的。而且解放军来讲的话，可能欺上瞒下，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骗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份报告，美国这份报告里面有提到，2027哦，其实中共到底会不会犯台呢？当中有一个地方来讲的话，是北京自己知道能力有限，风险极高。川普说这个什么在委内瑞拉、伊朗这中国、俄罗斯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军事武器啊，基本上都是废铁一堆，对不对？对。那当川普讲废铁的时候，习近平想说，我东西真的是废铁吗？往后一查，哇，不得了了！你看到好多个企业全部都被查哦。现在来讲，中共至少有12家的国企的军企来讲的话，比如说中国核工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船舶集团、船舶重工集团、兵器工业集团、兵器装备集团、电子科技集团、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还有工程物理研究院，对，这些全部都被查，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将军们全部都下台，都落马了。特别是你看到包含什么核动力的这个专家罗奇，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哈，因为他创造了所谓的核反应器呢，做这个中国第3代的核技术的华龙1号里面的一些核动力的这个东西，结果他也落马。另外呢，看到飞弹控制专家肖龙旭他也落马，更重要的是11年前被抓的这个防弹专家，号称中国防弹翼之父哦，周国泰，现在人也找不到，所以呢还有什么动力专家等等之类的，这些全部都被查。简单一句话，也就是说，今天各国不是大家军火工业都在赚钱吗？那中国的军火工业来讲的话，真的很烂惨哦。根据这个斯德哥尔摩的这个和平研究所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哦。今年来讲的话，就是说中国的军工企业来讲，竟然整体收入下降了10%，没有人要买中国的东西，为什么是烂东西？怎么会有人要买呢？所以他们一度以为说什么？我以为我制造的东西非常好，从我的防弹衣，从我的战机，就一打之后。原来你这么烂，是啊，原来这出大事了。中间是不是有人偷工减料？中间是设计上的问题，还是怎么样？那所谓的号称的这些专家，为什么一个一个落马呢？是代表说他们是专业力不足吗？还是真的上下其手，还是欺上瞒下？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有人又发现了事情，你说这些人贪污就算了，重点是说习近平用这种方式，你看哦，张又侠被惩处，苗华等等这些何卫东全部都不见了，对，上将不见，中将、少将，然后整个被整肃之后，这有点像什么东西？有人后来发现说，这个模式跟当初史达林在统治前苏联的时候一模一样，史达林式的清洗，叫做史达林式的清洗。那为什么呢？是1930年代之后呢，史达林他掌权之后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因为他怕说底下人反叛他，所以就开始做整肃。总共基本上有将近70万人到数百万人被处决，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这种清洗式来讲的话，就是特别是在集中在1937年到1938年的时候，你看到跟习近平像不像？他说5位苏联元帅中有3位被处决，对，15位集团军司令中13位被处决，9位海军上将8位被拔除，只剩下1个上将而已，57位军长50位被枪决，剩下7个而已。这种感觉有没有像习近平现在针对他的解放军的这个整数？军委会剩2个人了，对，剩2个人啦。那问题是说，好，整数就算了，因为他以忠诚度来做评判，跟习近平是一样忠诚评判。但问题来了，1937年、1938年这样的整数完之后，结果1939年，苏联跟这个前苏联跟芬兰发生了冬季战争，对，结果苏联就打败仗了，也就是说他跟不上，因为没有人可以率领这个部队啊，然后所以呢，他基本上打得七荤八素的，然后呢，也没办法战胜这个芬兰。后来1941年的时候，德国又入侵了这个前苏联的情况下，他也再次暴露了指挥体系的失灵。也就是说，你这样整数没问题，是你巩固自己的个人领导力。但是你把专家人才全部都整数掉之后，谁来帮你打仗？对，没有人帮你打仗的时候，那你如果对外战争来讲的话，这时候呢，如果有一场战争，就可以爆发出你的指挥的体系失灵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习近平可能会步上史达林的后路。如果你做了所谓的习近平式的清洗，现在来讲的话，专家们、解放军的将领们全部都不见了，那还有哪一个解放军来替你习近平打仗？宇轩，在中国这官场上面要生存，这非常难，一定要看懂脸色。你看到这件事情哦，这是中国，它是一个油菜花，它现在是旺季的时候哦，它花盛开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中共官员干了一件事情，还用无人机去喷农药。喷农药之后变什么？你蜜蜂吃到那个油菜不是死掉了吗？所以很多蜜蜂都死掉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笨的事情，但你说不？真的最聪明的就是叫他用无人机去喷农药的这一群人，他们才是中国官员里面最聪明的。哎，张文没有错，我们讲这个东西跟天空蓝一样啊，你一定要会学会揣摩上意去逢迎拍马屁哦，让上级长官开心了，你才有时机。因为这个油菜花田就是最好的案例。你看看为什么今天央视呢会特别去报道整个中国地大物博，这么多油菜花偏偏到这边？因为这是中央下的指令，为了要我们讲宣扬中国在无人机上的建设，所以他利用这个无人机，坦白讲，里面到底装什么农药，是不是这个油菜花不知道。但是来赵了，你看这画面，对，一片绿油油、绿盎然，无人机这个 slow mo， 然后那个农药这样撒。央视说这是春天里的中国，跟你讲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他们就跟你讲说这是叫做低空经济跟农业的结合，这是中国新形态呢爆火的啊，这个火热正在进行当中的无人机培训计划。所以当他们弄完这些之后，来我跟各位讲，我要出大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长官开心对不对？对，地上的人呢趴在地上啊，喘得跟狗一样。因为第一个，这个地点在湖南常德，对，湖南常德盛产的根本不是油菜花，你知道什么吗？蜂蜜，他们是做蜂蜜的。结果你看到这个画面，它的蜜蜂都死光了。对，为什么蜜蜂会死光呢？因为这一颗油菜花跟这个蜜蜂本来是所谓的共生关系，也就是油菜花点只是漂亮，因为它没有什么实际上的作用。大多数就是说养蜂人家会把这些蜜蜂呢放出去之后，让他们呢去协助这个油菜花呢，第一个是配种，再第二个蜜蜂可以吃饱饱，吃饱饱之后回到家之后呢，产出又大又漂亮的这种我们讲黏稠稠的蜂蜜。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把这个油菜花田弄得跟农药海一样。蜂蜜一去之后，因为农药是杀虫的，一去吸一个，马上直接阵亡，对，全部杀了蜂蜜。这个画面很可怕，蜜蜂全死光了。哎，这个密集恐惧症，你看说又是失败了一年，代表从中国开始搞这个东西之后，搞这个飞机之后呢，他们哇，你看这个全部整片地上都是。转系那个农药规格来，他说昨天村里来，今天政府来了，要我把这个视频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影片他就传上去说我被中国政府害死了，我的蜜蜂都被他害死了。结果呢，他们说我要维权，这个是中国什么？叫做蜜中之王。对，来，为什么叫蜜中之王？因为第一个，它是叫5倍子蜜，也就是呢，它的蜂蜜是有药性的，而且它的蜜蜂呢，跟这个蜂蜜呢生产出来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品质都是他们全国的指标。那个时候湖南的，所以全中国最好的蜂蜜就是在湖南的常德。对，结果刚刚那一群生产蜂蜜的蜜蜂就吃到毒，就被毒死了。来，你看它这个蜂蜜真的很漂亮。第一个，它的整个那个金黄色以及它那个蜂蜜留下来的那个粘稠度，你有没有看到？
它再把它做出来，它很清澈哎，而且都纯天然的哦。然后那个代表那个都很自然的东西，所以你看哦，它是一个一个蜂蜜的这种蜂箱哦，这样把它弄出来的。等于说呢，吃饭的时候，然后呢，后来再把它聚集在一起呢，再用离心的方式哦，把这些所有的蜜哦给这样留下来。结果它那个价格哦，其实也不便宜哦。你看哦，5倍紫蜜的价格大概人民币120到150元来美金哦，也就是大概600克而已，600克大概要600-700块，所以它等于是1克要1块哦。这个东西跟黄金一样，跟金砖一样哦，所以你看哦，原本的产值哦都是不超过300万，后来这个年轻人回来之后带动这个蜂蜜哥之后呢，变成4000万以上，你就会觉得4000万很少，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些靠着养蜂人家以及当地的养蜂人来讲，这个东西哦是1000年累积下来的历史，好不容易在最近的大发利市，对，结果你官方呢为了要说我们讲讨上级高薪，一个大手一挥，然后呢把这个所有的农田全部都搞砸，这些蜜呢都别养了，因为根本都搞不定。甚至是哦，你知道吗？它这个蜜哦香到什么程度？来，有一次哦，他们就发现这不是在日本哦，你知道正好发生什么事吗？熊来了，熊也要抢吃蜜，对，不是来抢人哦，不是跟日本那个杀人不一样，它是熊跑来偷番，又闻到那个蜜太香，对，所以你知道这个蜜哦品质有多好。中国现在最常讲一句话，就是有一些当你遇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想说，是不是哪一个正二代哦又要来开公司？比如说像这个案例更离奇哈，这是什么呢？他们中国有一个叫新国标政策，所谓的新国标就是说呢，我自己规定什么样的机车的规格，什么样的电动车的规格呢才是符合规格。只要你不符合这个规格的，我不管你是1年车、半年车、3个月，你再新的车、再好的车，我全部来。跟这个一样，你们仔细看，那台拖车上面载的是什么？跟堆废铁一样，全部都是他们的能源车。其实我接受这样去回收，但是哪有人这样回收？这太多了吧，砸下会死人的。对，而且你知道它这是哪来的吗？路边捡来的。对，也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我去上班，我在一个公司大楼，就你在底下哦，他就直接话都不说，然后就把你所有车收集，然后你看堆成这样，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因为数量真的太庞大，这些都是上班族呢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结果更可怕的是哦，一不做二不休，开始呢路上满满的这个政策一推行之后，大量的货车出动。如堆积如山这样一台这样子把它弄，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画面出来？我们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你要去收车我没问题啊，但为什么这么多？宇轩你说这就是长官想看到的画面。当我今天新国标一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执法能力是有多好？这画面到习近平到高层长官那边看。真牛！你看到的会觉得说是废铁堆积如山，你看到的会觉得说老百姓的爱好，但是长官看的角度跟你不一样，所以他才是长官。他看到的角度是什么呢？这叫业绩，代表说，我今天一个指令下去，隔天你们马上把我这执行的如此的利索，一台堆得越高，业绩越高，堆得越高，官升得越高。所以中国就是充斥在这种奇妙的逻辑的状况之下，包括呢所谓的什么新建殡仪馆啊，搞一些公共设施等等的，才会造成民不聊生以及天怒人怨。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